哥，怎么古代连个奶茶蛋糕都没有？哪怕来个淀粉肠也行啊！老天哪，你到底什么时候让我回现代啊？你就是那个当年报错的真千金，真是一身穷酸气。二少爷，确实是他。后波浪的胎记核对过了，核对了又如何？国公府有楚楚一个知书达理的妹妹就够了，接个野丫头回去只会丢尽林家的脸面。给他100两，让他离开京城。天哪，100两！还有这种天上掉馅饼的好事，太好了！赶紧给我钱让我走！这破国公府马上就要被假千金林楚楚和二皇子搞得倾家荡产了，我才不会去陪你们这群倒霉蛋！拿了钱我就去江南买10只叫花鸡，再去游山玩水。谁在说话？这位少爷，快点给钱啊！100两，少1文我都不走。你放心，拿了钱我绝对马不停蹄的离开京城。哎呀，快给我呀！犹豫什么呢？林楚楚今晚就要在老太君的茶里下断根散了，再不跑我就要在这部剧里活不过第1集了。100两，想得美！血浓于水，我林家的子孙岂能流落街头？来人，请大小姐回府。不，我不回去！你刚才不是说让我离开吗？你身为大理寺少卿，怎么能出尔反尔？我的钱，把100两给我！爹娘、祖母，楚楚知道，既然真妹妹找回来了，楚楚这个假千金就该把位置腾出来。楚楚不求别的，只求能留在府中，哪怕是在妹妹院子里当个粗使丫鬟，只要能每天伺候长辈们，楚楚就心满意足了。楚楚，你这孩子说的什么话？你虽然不是我10月怀胎生下的，但也在我膝下养了18年，娘怎么舍得让你去当丫鬟？演，接着演，不愧是京城第1才女，演的倒是情真意切，这演技不去唱戏真是可惜了。谁在说话？父亲，儿子也听到了，是个女子的声音，仿佛就在耳边。我也听见了，说什么茶？老李，带人搜，可是有刺客用了传音入密之法。这国公府一家子怎么一惊一乍的？算了，不关我事儿。等他们开完这认亲大会，我今晚就从后厨东南角那个狗洞钻出去。这国公府被林楚楚和二皇子搅得早晚要出大乱子，留在这里活不过3集。你们这么看着我干嘛？我这红薯是昨天在城外破庙捡的，只有半个了，不能分给你们。没事，婉婉啊，你刚回府，慢慢吃，不着急。是啊，这孩子流落在外受苦了。老李，去厨房端几盘糕点来。祖母，楚楚给您和大哥熬了补气凝神的参茶，已经在炉子上炖了3个时辰。楚楚只求给祖母和大哥敬上这杯茶，全了咱们祖孙和兄妹的情分。难为你一片孝心，端上来吧。祖母，请用茶，喝吧喝吧，喝完直接开席。林楚楚在里面加了西域的绝素药，老太君要走剧情了吗？不行，这趟浑水我可趟不起，得趁早找机会脱身。这茶，祖母，这茶快凉了，凉了药效就不好了。可不是嘛，茶凉了苦臭味就盖不住了。哎呦，母亲您怎么手滑了？老身年纪大了，手脚不听使唤。楚楚，你没事吧？楚楚没事，是楚楚端的不稳，惊扰了祖母。祖母那杯洒了，我这杯还在。来人，传府医。大哥，这是我亲手给你熬的，你趁热喝了吧，不用劳烦府医看，这都是最名贵的老参。名贵老参，我怎么闻着有一股子西域的腥臭味？大哥，切莫冲动，府医还愣着干什么？过来验茶。禀国公爷，这茶里有剧毒，是西域极其罕见的断根散，不仅能让人瞬间毙命，若剂量稍小，也会损毁男子根基，终生无嗣。放肆！林楚楚，你这毒妇！国公府养你18年，你竟敢对老太监和世子下如此毒手！爹娘，我没有，我不知道啊。这人参是厨房采买的，熬茶的时候，丫鬟翠儿一直在旁边看着，一定是她，一定是翠儿想害主子。国公爷明鉴，奴婢一直站在门外扇风，根本没有碰过药罐啊！这药是楚楚小姐亲自抓的，亲自放进去的。你血口喷
你是不是收了谁的黑钱来陷害我？是不是你？是你，林婉婉，一定是你嫉妒我霸占了你18年的人生，所以你刚回府就买通了丫鬟，在我的茶里下毒，想把我置于死地。你这个乡下出来的野丫头，好歹毒的心肠！大姐，我兜里一共就3个铜板，我买通他干嘛？给他买糖葫芦吗？这还能赖上我？那剩下的半包就藏在你床榻的第3个暗壳里，还有与外府往来的秘书信也放在一处，你们看一下就知道了，好吗？老李，立刻带4个婆子去林楚楚的弄玉轩，给我把她的床榻劈开，重点搜查第3个暗格，任何纸张、粉末全部给我带过来。二哥，你凭什么搜我的房间？大理寺办案讲究个人赃并获，你若清白，我便向你赔罪；你若有鬼，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。老爷，二少爷，在楚楚小姐床榻的暗格里找到了这个，里面有一包白色的粉末，还有10几封信件。验，正是断根散，分毫不差。好啊，好一个第一才女！信上全是跟二皇子汇报国公府兵力布防和镇国公日常起居的内容。林楚楚，你好毒的信！娘，你救救我！我是被逼的，二皇子拿我的名节威胁我，我一个弱女子能怎么办？娘，你最疼我了。你忘了我小时候发高烧，是你整夜抱着我吗？别叫我娘，我没有你这样的女儿。来人，把这个吃里扒外的给我套上囚服，关进后院最破的柴房。没有我的命令，谁也不准给他送一口水、1粒米。你们不能这么对我！林婉婉，你给我等着！二皇子不会放过你们的！啊，这就解决了。这镇国公一家子执行力可以啊，不过关起来也没用，肯定会有人派暗卫来救他。不行，我得赶紧走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东南角那个洞，我今天走定了。你们干嘛？我脸上有红薯灰吗？婉婉啊，快到祖母这里来。这些年你在外头必定是受了不少苦，快带孩子下去梳洗安顿。我的亲骨肉啊，娘对不起你，让你在外面受了这么多年的苦。走，娘带你去你的院子，娘给你准备了整个京城最好的绫罗绸缎。不，夫人不用了，我觉得我这身挺好的，透气。什么夫人？叫娘！以后在大周朝，大哥罩着你，谁敢看不起你？大哥的红缨旁枪可不是吃素的。大哥，别拿我包袱，里面还有半个煎饼呢。婉婉，饿了吧？走，爹已经在膳厅摆了满汉全席，什么红薯煎饼，咱们今天吃八宝鸭、水晶肘子。老李，开宴！婉婉，吃这个，多吃点肉，长身体。谢谢祖母，谢谢娘，真香，这饭也太好吃了。二皇子那边明天肯定要在朝堂上设局了，听说要把城东那片独沼泽以500万两的价格卖给国公府，这钱一掏，国公府的现金流直接断裂，连将士的军饷都发不出来，最后竟无端蒙受冤屈。吃完这顿饭，无论如何，我也得想办法出去。老二，朝中最近可有什么关于城东荒地的动向？回父亲，儿子正想禀报，户部尚书近日确实频频提及城东那片荒地，说是要筹集赈灾款，意图让京中勋贵认购。好算计！500万两买一片长不出草的独沼泽，他真当我林战是3岁小孩吗？便宜爹，你可千万别拒啊！那独沼泽地下可是大昭朝建国以来最大的露天金矿，后天早朝工部去地看就会发现。现在只要砸钱买下来，让二皇子签了白纸黑字的死契，3天后那块地直接翻100倍，不仅军饷有了，还能把二皇子气得半身不疮。这简直是天上掉钱的好事，可惜便宜爹肯定会当成烫手山芋扔掉，我还是赶紧吃吧。父亲，你什么都不用说，为父决定了，为国分忧是我镇国公府的本分。明天早朝，就算砸锅卖铁，我也要把城东那片荒地盘下来。老爷，你疯了？那可是500万两，把咱们名下的庄子全抵押了才够啊！妇道人家懂什么？老李，立刻去清点库房现银，不够的马上把城外的田庄全给我抵押出去，一定要凑够500万两。爹，你没事吧？你要不要请刚才那个府医来看看脑子？好，不愧是我林家的种，有魄力。婉婉别怕，你爹没疯，你爹这是要发大财了。这全家都是什么卧龙凤雏？我都没提醒他们，他们怎么上赶着去买地？
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傻人有傻福？不行，万一玉二皇子不卖呢？这金矿的消息肯定瞒不住，我还是得跑。小洞，我心爱的小洞，今晚必须走。为父吃饱了，还有些公务要处理。老李，跟我出来一趟。母亲，儿子想起来边防图还要修改，也先告退了。大理寺还有2桩卷宗未结，儿子也去了。都走了，那可太好了。什么情况？大半夜的，后院搞装修。快快快！这墙再给我加高1丈，不，加高2丈！国公爷，再加高，这墙就比皇城的城墙还高了。少废话，让你加高你就加高。还有，墙头上必须全部给我嵌满碎琉璃和锋利的铁刺，连一只会飞的老家贼都不能让他落脚。不是吧？防贼防到这种地步？不过没关系，下面还有个洞，我钻过去就行。老李，这个洞是怎么回事？大少爷，这是以前府里养的猎犬进出的狗洞。狗洞？你知不知道这有多危险？立刻马上给我用最粘的糯米汁和3合挪，把这个狗洞死死封住。不光是这个洞，去把国公府大门、后门底下的子门缝全都给我用水泥堵死。大哥所言极是。对了，老李，把这后院所有的歪脖子树全部连根拔起，一棵都不留。万一有人想借着树干攀爬越墙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是，二少爷，老奴马上叫人去拔树。树也砍，洞也堵，墙加的比城墙还高，这是国公府还是天牢啊？跑不掉，根本跑不掉。是谁在那里？出来！嗨，爹、大哥、二哥，晚上好啊！哎呦，是婉婉啊！大半夜的，你怎么跑到这后院来了？这里糟乱擦的，别弄脏了你的新衣服。我晚上吃多了，出来散步。对，散步。爹，你们这是在干嘛呢？大半夜的砌墙。婉婉别怕，最近京城里采花贼多，大哥怕你受惊，特意让人连夜加固一下府里的防线。以后有大哥在，哪怕是一只公蚊子，也别想飞进你的院子。大哥还真是体贴入微啊。妹妹这手里拿着的是什么？这是我带来的土特产，怕放坏了，拿出来吹吹风。哈哈哈哈！婉婉不用怕，咱们国公府什么山珍海味没有。以后你想吃什么，爹把全京城的大厨都请到家里来给你做。走，跟爹回去，睡完觉，明天爹去朝堂上办件大事。等爹发了财，给你打一个纯金的狗窝，不，纯金的软榻。毁灭吧！既然跑不掉，看来我就只能含泪在这个首富家里当一条吃吃喝喝的咸鱼了。二皇子啊，你自求多福吧，你马上就要被我这个便宜噎坑得不知道东南西北了。舅舅、舅母，外甥昨夜通宵达旦，终于将这江南盐田开发的企划书整理完毕了。耀祖啊，你这阵子为了府里的产业，确实辛苦了。为国公府效力是耀祖的本分。舅舅，江南那边传来绝密消息，朝廷有意开放东海沿岸的盐田专营权，外甥已经托了各方关系，拿下了最好的一块地皮。盐业自古是暴利，耀祖办事一向是稳妥的。只要咱们国公府立刻注资50万两白银，抢下这块地，明年的收益至少能翻10倍，不仅能充盈府库，还能解决舅舅手下上士们换装的费用。哇，画大饼的祖师爷啊，在国公府真是屈才了。还江南盐田呢，那地方叫黑风郊，就是一个一退潮连个落脚地都没有的废弃礁石滩。这表哥胆子也太肥了，敢拿海市蜃楼来骗便宜爹，还敢问便宜爹要50万两。那什么，耀祖啊，你说那地皮真有这么好？千真万确啊，舅舅，那地方阳光充足，海水清澈，简直是天然的晒盐宝典。外甥亲自派人去勘探过，土壤肥啊不，沙质细腻，绝对是稳赚不赔的聚宝盆。还吹自己勘探过了，你连京城的大门都没出过。过去这半个月，你天天在春风楼，连腰都快直不起来了吧？看你那黑眼圈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连夜挖煤去了呢。大表哥，您这是？没事，有只蚊子。你继续编，不是，你继续说。舅舅，
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啊！前期打点我已经垫付了10万两，相信我舅舅，只要银票一到位，下个月咱们就能看收益。还下个月看到银子，下个月讨债的就要找上门了。你输了整整40万两，现在如烟那个女人又怀了你的孩子，逼着你要10万两，你这是拿国公府的钱填自己的无底洞啊！干什么？你真当国公府的钱是大风刮来的吗？舅舅息怒，外甥句句属实啊，这真的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。耀祖，国公府待你不薄，你若是有难处，直说无妨。可你若是把主意打到了府里的宫中账上，那就是烂了心肝。舅娘明鉴，外甥真的是一心为了国公府啊！若是外甥有半点私心，就让天打五雷轰。不是大表哥和二表哥一直不信我的能力吗？开始道德绑架了。可惜啊，雷公电母今天不上班。二哥，快上了，拿证据让他无话可说。他把账本和春风楼的欠账全都藏在他书房那个青花瓷大花瓶里了，一砸一个准。巧了，表弟，我大理寺最近刚好在查一桩地下钱庄的案子。据线报，有个常客在那边欠了40万两的巨额赌债，那人的身形样貌跟你可是如出一辙。二表哥说笑了，我这半个月日夜都在书房修改企划书，怎么可能去地下钱庄？是吗？那你敢不敢让我带人去你的书房，把你那个青花瓷大花瓶砸了看看，看看里面装的是企划书，还是春风楼如烟姑娘的信物以及欠条？大表哥，你怎么知道？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老李，老奴在，带上10个府兵去他的书房，把那花瓶给我砸了，把账本欠条全给我搜出来，再去春风楼把那个叫如烟的给我扣下。老奴遵命。舅舅饶命，舅舅我错了，我是一时糊涂被猪油蒙了心啊，您饶我这一次吧。大周律例，挪用军饷、伪造契书骗取数额巨大者，流放3000里。你拿国公府筹集军屋的银子去填你个人的大窟窿，这是死罪。来人，把这个吃里扒外的剥去外衣，押送大理寺地牢。是他，一定是这个乡巴佬，他一回来我就倒霉。再敢辱骂我妹妹半句，我不介意现在就处置你，带走。太暴力了，动不动就拔剑，这地方真不是人待的。我今晚必须爬墙走人。婉婉啊，没吓着你？没有，爹和哥哥们英明神武，除暴安良，简直是我辈楷模。好孩子，这几天府里不安生，让你看笑话了。那黑心肝的东西，差点坑了咱们家。没事儿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嘛。那什么，我吃饱了，我回房休息了。等等，婉婉先别走。老李刚才去账房，已经把原本准备给那人的50万两银票提出来了。这银子既然已经出了宫中的账，那断没有再放回去的道理，是不是？啊，所以呢？所以这50万两就当是爹给你补的这18年的零花钱，拿着，想买什么就买什么。50万两，给我50万两啊！这得有一座小山那么重吧？不是吧？我一个要跑路的人，你给我这么多现银，我怎么带得走？怎么办？我那个小灰包袱连这1/10都塞不下啊！苍天呐，这便宜爹是在用钱折磨我吗？银票拿着不方便，这是大哥在京城8大钱庄的通行玉佩，拿着它随便取取。二哥是个文官，没大哥有钱。这城南最大的3进4合院，带着20个仆佣，送给妹妹当个落脚玩耍的地方。祖母没什么好给的，这镯子你带着玩，不喜欢就砸了听相。长辈们，这太贵重了，我承受不住这份福气啊！胡说，婉婉可是我镇国公府的嫡女，就算是拿银票去点火陪玩也是理所应当。老李，再去挑4个最机灵的丫鬟，12个护眼，贴身保护大小姐去街上花钱，花不完1万两，谁都不许回来。疯了，这全家都疯了，这让我怎么跑？带着一支军队去逃荒吗？既然反抗不了这泼天的富贵，那我就只能勉为其难，先去京城最大的酒楼，把菜单上的菜全都点一遍了。小东，再见了。江南水患，
数万百姓流离失所，国库空虚，这赈灾的银两，众爱卿可有良策？父皇，儿臣有一计，可解国库燃眉之急。哦，皇儿速速报来。城东有一块皇家废弃的封地，名为黑水沼泽。那地方虽然寸草不生，但毕竟是皇家御赐的地皮。儿臣提议将这块地折价500万两白银，授予朝中有功之臣，既能彰显该臣子的忠君爱国之心，又能筹结赈灾大款。二殿下此计甚妙，微臣附议。放眼朝野，唯有镇国公林大人劳苦功高，且家底丰厚，若国公爷能带头买下这块地，必能成就一段君臣佳话。来了来了，二皇子这个纯种大冤狗带着他的破产计划走来了。500万两买一块全是毒瘴的烂泥地，这跟把钱扔进水里连个响都听不到有什么区别？二皇子就是想抽干国公府的现金流，好接管兵权。二殿下，老臣府上虽有些积蓄，但500万两绝非小数目。老臣手下还有10万将士，需要发放东夫粮饷。国公爷，将士们的冬衣重要，难道江南数万灾民的性命就不重要了吗？国公爷连日来给刚回府的大小姐豪掷千金，买空了京城的首饰铺子，怎么到了为父皇分忧的时候，就哭起穷来了？道德绑架，经典道德绑架。便宜爹，你可千万挺住，你要是一口拒绝，他就能给你扣上一顶藐视皇恩的死罪。不过你要是真买了，那可就赚大发了。那黑水沼泽表面上是毒气冲天，但地底下可是大周朝建国以来最大的露天金矿啊！只要把表层的毒泥刮掉，下面全是闪闪发光的狗头金。现在500万两买下来，转手就能翻100倍。50个亿的盘子，二皇子居然当垃圾扔，这智商是怎么活到成年的？陛下，老臣买。国公爷此言当真？陛下，老臣受国恩深重，江南百姓受苦，老臣的心都在吐血呀！别说500万两，就算是砸锅卖铁卖了老臣这座国公府，老臣也要为陛下分忧。这黑水沼泽，老臣要了。林爱卿，真乃国之栋梁，朕心甚慰。我操，这演技，这眼泪说来就来。便宜爹不去戏班子当台直，真是屈才了。我都还没提醒他，他怎么自己就往坑里跳了？难道他真的有一颗为了大周抛头颅洒热血的圣母心？不过二殿下，既然老臣倾家荡产买下了这块地，咱们丑话说在前头，这地契必须写明，无论日后这块地是长出仙草还是挖出烂泥，它都彻彻底底归我镇国公府所有，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收回或干涉，必须立下死契，盖上内阁大印。哈哈哈哈！国公爷快人快谕，本皇子早有准备，契书在此，只等国公爷签字画押。国公爷，请吧。这白纸黑字写得清楚，日后就算那黑水沼泽里冒出毒水淹了国公爷的田庄，朝廷也概不负责。简直没眼看，二皇子这傻帽还随身带契书，生怕便宜爹反悔。要是后天他知道自己把一座金山卖了500万两，估计能当场气得心肌梗死。陛下，明日老臣便让管家将500万两现银送入国库，老臣死而无憾了。林傲卿，快请起，传朕旨意，赏镇国公府玉如意一对蜀锦白皮。国公爷高义，本皇子佩服。希望国公爷对着那片毒沼泽也能笑得如此开心。二殿下放心，老臣一定每天去地里看上3回，绝不辜负殿下的美意。行吧，既然便宜爹执意要当首富，我也拦不住，我就安安静静的做个富二代，等后天看二皇子怎么直播吐血吧。父皇，镇国公府的500万两赈灾银已全部运抵江南，只是儿臣听闻，国公府为了凑这笔钱，不仅变卖了田产，连府里的下人都遣散了不少。国公爷为了那个毒州沼泽，真可谓是倾尽所有啊！是啊，国公爷高风亮节。微臣听说，那城东的黑水沼泽昨日又冒出了一股毒气，连附近的野狗都熏死了几只。国公爷花500万两买了个毒气坑，
真乃千古奇闻。林爱卿，你若是手头拮据，朕从内档里拨10万两给你应急。老臣多谢陛下厚爱，不过老臣觉得那片沼泽风景秀丽，甚是喜欢，千金难买，老臣乐意。国公爷这心胸，儿臣真是自愧不如。报，陛下，大喜，天大的大喜呀！何事如此惊慌？陛下，微臣奉命带队去城东黑水沼泽附近挖掘泄洪沟，刚挖开表层的毒泥，就挖出了这个。这是金矿。陛下，那黑水沼泽下面根本没有什么毒水，那下面是一整条绵延10里的露天金矿脉呀！微臣初步估算，储量之大，大足可点到100年的国库总和。百年国库，这绝对不可能，那是一片废地。工部尚书，你敢欺君？二殿下，微臣项上人头担保，现在城东已经被微臣调遣神机运封锁了，随便一锄头挖下去，全是金沙呀！林战，你早就知道是不是？你故意设局坑我！二殿下这话从何说起？当时是殿下在晚宴上逼着老臣买的，契书是殿下拟的，户部尚书也是殿下的人，老臣只是一个为了大周掏空家底的可怜老头子罢了。完了，50个亿的盘子，500万两就卖了。林战，本皇子杀了你！那金矿是属于皇家，属于本皇子的，把地契交出来！放肆！混账东西！大殿之上敢对国公动刀！那地契上盖着朕的玉玺、内阁的大印，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，归镇国公府所有。你现在要反悔，是想让天下人耻笑朕言而无信吗？父皇，那可是金山啊！父皇不能给林战，他手握重兵，如今又富可敌国，这是要造反啊！父皇，陛下明鉴，老臣对大周忠心耿耿。这金矿既然在老臣名下，老臣愿将金矿开采出的1半收益无偿上交国库，充作军费和赈灾之用。好，镇国公满门忠烈，传朕旨意，封镇国公为世袭罔第1等功，赏黄马褂。遵旨。二皇子御前事宜造傲生事，罚俸3年，禁足府中反省3个月。婉婉啊，快过来！你爹刚让人从城东运回来的第1批狗头金，祖母特意让京城最好的10个工匠连夜给你赶制了一套头面。连夜赶制，第1批金子就给我打首饰，我这便宜爹怕不是想用钱把我砸死，好继承我的狗洞吧？来，娘给你戴上，这可是实打实的纯金，没有掺一点杂质。娘，不用了，娘，这玩意儿看着得有20斤重吧？戴上我的颈椎就粉碎性骨折了。胡说，哪有千金大小姐嫌首饰重的？你现在是大周首富的嫡女，出门不带个20斤金子，别人会笑话我们国公府穷的。戴上。这哪是首饰啊，这是如来佛祖的五指山啊！我特么连头都抬不起来了，这还怎么跑路？真好看，真喜庆。婉婉啊，这还有配套的金项圈、金手镯、金脚链，来人，都给大小姐套上。娘，我有点喘不上气。喘不上气就坐着别动，以后你在府里只要负责吃吃喝喝就行了，连走路都不用你走。祖母给你配8个壮汉抬轿子。完了，我被黄金封印了。二皇子，你干嘛要把地卖给我爹呀？你坑死我了！妹妹今日的装扮甚是富贵逼人。二哥，你是大理寺的，你管不管滥用私刑？我快被压死了。忍忍吧，这是祖母和母亲的一片苦心。对了，妹妹，二哥今日准备去游湖，你要不要一起去散散心？游湖？这不是第3个剧情点吗？二皇子被坑了金矿，怀恨在心，狗急跳墙，
派了敌国第一女刺客假扮轻骑，在西湖上卖身葬父。二哥这个纯爱战士一见钟情，把人带回来，今晚就要被下同心宫嘎腰子了。不去了，我这身打扮去游湖，船会沉的。二哥，你自己去吧。也好，那二哥就自己去了。老李，备车去西湖，我倒要看看今天的湖水深不深。完了，二哥这智商算是没救了。考上状元有什么用？还不是要栽在女人手里。看来我得提前交代厨房，多准备点猪腰子给他补补了。老李，去大理寺传我的令，调集50名精锐铁甲卫，换上便装，埋伏在西湖岸边。二少爷，是有大案子。有人想嘎我的腰子，我今晚要活剥了他的皮。二哥今天杀气好重啊，难道是去相亲被拒了？不管了，丫鬟推我回房，我要把这破金冠摘下来，压死我了！母亲，您怎么了？溥仪死哪儿去了？来了，夫人息怒。老太君这是急火攻心，引发救急心悸，备用药呢。上次老朽配的救心丸呢？没有啊，今天早上换了衣裳，备用药没放在这件外袍里。老李，还不快派人去老太君房里拿！老奴这就去。爹，让我救祖母，我手里有药。你这个毒妇怎么跑出来了？来人，把她拖回柴房。爹娘，这药是我被关进柴盟前花10几万两钱托西域商人买来的天山续命丹，专门治重度心悸的，吃下去立马就能缓解。这是楚楚对祖母最后的一点孝心啊！老爷，这母亲快不行了，要不先用药？父亲母亲，祖母怎么了？祖母心境犯了。老二，这来路不明的女人是谁？大哥休要无礼，这是我在西湖边救下的青舞姑娘，她父亲刚过世，被恶霸欺凌卖身葬父，我看她孤苦无依，便带回府里做个红颜知己。绝了！大招潮2大影后今天同台飙戏啊！林楚楚那破瓶子里装的哪是天山续命丹，那就是个2毛钱一个的空壳胶囊，里面塞满了放了半个月的严重发霉的面粉。老太君本来就是哮喘加心悸，一口黄曲霉素吸进去，直接过敏性休克。今晚全家就能直接在院子里吃席了。还有二哥带回来的这个小白花，神特是卖身葬父，明明是二皇子养在暗处的死士头目，身上背了30多人命。二哥，你今晚只要喝了他亲手熬的燕窝，就会被他种下同心蛊。以后二皇子让你往东，你就不敢往西喽。娘，快给祖母喂药啊！祖母快不行了！喂你大爷！溥仪，燕，大少爷，这根本不是什么续命丹，这是严重发霉变质的陈年白面。若是吸入半点，老太君这身子骨会瞬间气管痉挛，窒息而亡啊！这是蓄意谋杀。毒妇，你死到临头还敢害你祖母！我不知道，爹，我是被骗，我是被那个代购骗了，是他告诉我这是西域神药的。被代购骗了，这理由你也想得出来？那代购不就是二皇子身边的太监吗？你俩昨晚还在柴房后窗偷偷接头呢，真当国公府的呼应全是瞎子啊？你说的是二皇子身边的那个王公公吧？昨晚他在后墙根给你递药，你当巡夜的府兵是死人吗？大哥，你怎么知道？老李，老奴在。老爷，药拿来了。把老太君的药喂下去，然后把这个恶毒的贱人给我直接扔出国公府，通告全京城，谁敢收留他，就是与我镇国公府为敌。我苏婉只有婉婉一个女儿，扔出去。漂亮，不愧是我的便宜老爹和暴躁大哥。现在就看二哥怎么处理这个女刺客了。二爷，府里发生这么大的变故，是不是青舞命格不好，冲撞了老太君？青舞还是走吧。青舞姑娘说哪里话？你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我怎么能赶你走？老二，这来路不明的女人不能留。大哥，青舞姑娘柔弱不能自理，你休要吓坏了她。我已经决定了，今晚就把青舞安置在我的听竹轩。你疯了是不是？完了，
二哥没救了，今晚准备去听竹轩给他收尸吧，顺便把我的狗洞重新挖开，明天一早我就跑。哼，随便你，你若是死在女人肚皮上，老子绝不给你收尸。青武，别理我大哥，他是个粗人。走，我带你去听竹轩。多谢二爷怜惜。哎呦喂，这红裙子，这腰段，难怪二哥把持不住。不过这同心谷里的可是剧毒，等会儿我得看准时机，冲进去把碗砸了。好歹他给我送了套四合院，不能让他就这么死。二爷，夜深了，看兵书伤神，青武亲手为您熬了极品血宴，您趁热喝了吧。青武真是有心了，这血宴闻着有一股异香。这是青武家乡的秘法，加了几味安神的香料，二爷快尝尝。好，我这就尝尝。不能喝，喝了你就变成二皇子的提线木偶了。我砸！二爷，您这是做什么？做什么？青武姑娘不是要给我下同心蛊吗？这蛊虫都烫死了，我怎么喝？你早就看穿了。哼，在西湖边你卖身葬父的草席下面，露出了二皇子府暗卫专用的厚底快靴。你以为我大理寺少卿的眼睛是瞎的吗？我操！原来二哥在湖边就看穿了。那他下午在大厅里装出一副纯爱战神的样子，合着是演给这女杀手看的，太阴险了。这家人心眼子比藕还多。既然你找死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抓活的！敢动我弟弟，老子把你剁成肉泥！你们早有埋伏。二皇子以为派个女人就拿捏我，太天真了。把他给我绑了，挑断手脚筋，押入大理寺死牢。老李，拿我的令牌，立刻去查封京城里所有带有青字记号的账铺和米行，那是二皇子的暗探网。老奴遵命。帅啊，这反杀太丝滑了，50个打一个，武德充沛，这大腿我抱定了。还有我的脖子！什么刺客？婉婉，大半夜的，你顶着20斤的金子在窗外干什么？那什么，我听说今晚月色不错，我出来赏月。对，赏月。刚才看到一只好大的老鼠，我正准备拿砖头砸它呢。妹妹这赏月的雅兴，真是异于常人。好了，别装了，今晚多亏了妹妹的赏月，二哥才能全身而退。走，二哥送你回房睡觉，明天京城可就有大热闹看了。开门，二殿下，我是楚楚啊，求求您开开门。殿下有令，不见任何人，滚。我是殿下的人，我为殿下做了那么多事，国公府的布防图都是我偷的，殿下不能不管我，让我进去。殿下，您终于肯见我了，国公府把我赶出来了，我现在只有您了，您带我进府吧，我愿意给您当牛做马。给本皇子当牛做马，你配吗？殿下，您说什么？贱人，你还有脸来找我？你告诉我，镇国公就是个莽夫，只要拿捏住他，就能掏空他的家底。结果呢？500万两，本皇子把价值50个亿的百年金矿，500万两卖给了他。父皇还要将我禁足罚俸。殿下，这不怪我，是镇国公太狡猾了。不怪你。好，那青武呢？你不是说你已经安排好了？只要青武进了国公府，就能给林老二种下同心蛊吗？是啊，殿下，青武武功高强，一定能得手的。殿下，刚接到的飞鸽传书，青武刺杀失败，已被大理寺升级。林老二带着铁甲卫连夜查封了我们在京城的12处暗探据点，我们经营了10年的情报网全毁了。哈哈哈哈哈！全毁了，金矿没了，情报网没了，父皇也对我起了疑心。林楚楚，你就是个扫把星！你不仅没帮到我，还把本皇子拖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。殿下，楚楚对您是一片真心啊！只要您留着我，我还能帮您想办法，我还有用。你的用处就是去死。
把这个疯女人拉到乱葬岗去，打断双腿，割了舌头，任由野狗分食。本皇子再也不想看到她。不，二皇子子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！你答应过我要让我当皇妃的，你不能忘恩负义！临战，林婉婉镇国公府，本皇子与你们势不两立。既然你们断了我的财路，拔了我的暗探，那我就跟你们鱼死网破。秋烈之日，就是你们全家的死期。大小姐，该起身了。国公爷说今天天气好，要在后花园办家宴。不吃，我要睡觉。二哥没死吧？大小姐说什么胡话呢？二少爷好着呢，一早就去大理寺提审犯人了。听说抓了个好厉害的女刺客，抓住了！太好了，危险解除。哎呀，你们昨晚怎么没给我摘下来？夫人吩咐了，这金冠是大小姐身份的象征，除非沐浴，否则不能离身。睡觉也得带着，习惯了就好了。神特的习惯了就好了，再待2天我就要高位截胎了。不行，这日子没法过了。今晚不翻墙了，我直接挖地道。我不去，娘、大哥、二哥，你们就饶了我吧。皇家赏花宴那是什么地方？那全是宅斗的高发地带啊，全是阴招。我今天不宜出门。婉婉乖，快撒手！你爹刚立了大功，皇上特意恩准你参加这次赏花宴，这是你作为镇国公府嫡长女第一次在京城贵妇圈正式亮相，怎么能不去呢？我不亮相，我就想当个透明人。娘，您看我这毛毛躁躁的样子，去了反倒给国公府添麻烦。那些千金大小姐肯定要笑话我没见过世面的。为了保住国公府的颜面，我还是回房睡觉吧。谁敢嘲笑你？大哥今天调了300个铁甲卫，把上林域外围包围了。谁敢多看你一眼，或者背地里嚼一句舌根，大哥直接进去掀了他的桌子。大哥，你这是去参加赏花宴，还是去演武场点兵啊？带这么多抚卫去皇家的园林，你是生怕全京城没人知道咱们家排场大是不是？妹妹放心，大哥是武将，行事粗鲁。二哥今日休沐，特地陪你们同去。若有那不长眼的敢言语辱你，二哥便查他祖上3代的卷宗，把他爹贪污受贿、宠妾灭妻的证据全抖了出来，按大周律例送他们全家去岭南流放。你们连京城的贵女也不放过吗？我就想吃口安生饭，怎么就这么难呢？好了，别磨蹭了，时辰快到了，把大小姐扶上马车。等等，至少让我带点吃的，宴会上的东西肯定都有毒。老李，给我拿2个白面馒头。大小姐，馒头没有，这是厨房刚烤好的叫花鸡，您带着路上垫肚子。二哥，你刚才说查别人祖上3代卷宗是不是真的？自然是真的，大理寺的案牍库，二哥倒背如流。那感情好，今天要是遇到找茬的，我就在心里爆料，二哥负责精准打击，这不比带300个铁甲卫有用多了？行吧，既来之则安之，去皇家的宴会上吃顿免费的瓜也行。快看，是镇国公府的世子和大理寺的林少卿。这林家双璧今日怎么都来了？这是来给那个乡下来的姑娘撑腰的呢。乡下来的终归没见过大场面，听说林楚楚那般才貌双全的女子都被林家赶出去了。这真千金在乡下吃了18年的猪食，就算穿上龙袍也不像太子。娘，这皇家园林看着挺大呀，等会儿有没有烤全羊吃？笑什么？谁敢再笑一声？婉婉，皇家宴席规矩多，不过没关系。你想吃什么？娘让御膳房单独给你做。走，咱们进去。妹妹别怕，谁敢瞪你，大哥就瞪回去。妹妹只需开怀吃喝，其余的有二哥。这气场，这排场，我们家不像是来参加赏花宴的，反倒像是来立威撑场面的，简直太张扬了。不过感觉还挺爽的，怎么回事？娘，这花有什么好看的？还不如咱们家后院种的带白菜，至少能下锅煮。你这孩子就是实在，白菜好，
白菜养人。钱姐姐，您这镯子真是极品啊！这水头，这成色，怕是整个京城都找不出第二只吧？哎呀，不过是个小物件罢了。这是我爹刚从南边花重金给我寻来的，说是上贡给宫里的贡品。我爹看我喜欢，就随手拿给我玩了。你这丫头就是招摇，这可是千金难买的宝贝，小心磕着碰着。哟，这不是户部尚书家的大小姐吗？前几天在太和殿，他爹还帮着二皇子坑我爹呢。今天这母女俩怎么这么嚣张？哟，我当是谁呢？怎么这牡丹亭里混进来一股子穷酸的馊味儿？原来是镇国公府那位刚从乡下接回来的真千金啊！钱如雪，你是个什么东西，也敢在我郑公府面前放肆？你娘就是这么教你规矩的吗？国公夫人息怒，我们家雪儿心直口道，可没有恶意的。只是今日这皇家赏花宴来的都是名门闺秀，穿金戴银是基本礼数。林大小姐穿得像个叫花子一样，这要是惊扰了贵人，惹出笑话，丢的可是国公府的脸啊！就是啊，林大小姐，你若是实在没钱买衣服首饰，可以跟妹妹我说啊。我这手腕上的极品翡翠镯子，随便透出的一点光泽，都能让你一辈子衣食无忧了。娘，别生气，跟这种人一般见识不值得。你方才说什么？你这话是何用意？这位钱家小姐还有兴致出门，她爹户部尚书近日因为矿务上的差事惹了一身麻烦，家里都乱成一锅粥了，她还在这里招摇。她手腕上戴的这个什么极品翡翠，根本不是她爹买的，而是南边一位经营盐业的朋友赠予她的。花翠清正。钱家半个时辰前刚出了大事，他爹已经被带走了。他还在这儿美滋滋的摸镯子，他名下的那些钱庄银票房契地契，一刻钟前就已经被银行全面冻结了。现在这就是个穷光蛋，还在这儿跟我炫富呢，穷装逼，遭雷劈啊！钱夫人，我看你们母女俩还是赶紧回家看看吧，免得一会儿连家门都进不去。苏婉，你少在这儿装神弄鬼！我夫君深得圣上和二殿下器重，我们钱家如日中天。你以为你家买了个破金矿就了不起了？这天下还是皇家的天下。林婉婉，你不就是嫉妒我吗？本小姐今天心情好，这儿有1000两银票，赏给你去买身像的衣服，别在这儿给我们京城贵女丢人现眼。拿着赶紧走开。大姐，你这银票可能是废纸了。敬酒不吃吃罚酒。你敢动他一下试试？你们干什么？这是皇家重地，你们大理寺敢来这儿抓人？钱夫人钱如雪，户部尚书钱大人涉嫌贪没江南赈灾款15万两，私吞皇家贡品，皇上震怒，已下旨夺其官职，打入死牢。钱家所有家产一律查封没收，所有亲眷立刻收押大理寺候审。不可能！我夫君是二殿下的亲信，这不可能！你们伪造圣旨！钱大小姐，你手腕上戴的这只极品翡翠镯，正是南边盐商孝敬的赃物，人赃并获，还有什么可抵赖的？来人，把镯子给我撸下来！别碰我，这是我的，这是我爹给我的。林婉婉，是你，一定是你这个灾星克我钱家！差官大哥，这桌上还有1000两赃款呢，他刚才拍在这儿的，赶紧没收了吧，别漏了。多谢林大小姐提供线索，带走。天哪，钱家就这么倒了？这林家大小姐到底是什么来头？钱如雪刚惹了她，转眼家就被抄了。哎，我都劝过她了，这银票是废纸，不要给我，她非不信。二哥这大理寺的出警速度可以啊，来得这么快，给个5星好评。怎么，诸位觉得我家婉婉这身衣服还丢人吗？不丢人，不丢人。林大小姐天生丽质，清水出芙蓉，天然去雕饰，这身棉布裙简直是引领京城时尚的新风尚。哼，婉婉，这破便会乌烟瘴气的，咱们不参加了。娘带你去个好地方，咱们去花钱去晦气。啊，去哪儿啊娘？我还想再吃点点心呢。吃什么点心？娘带你去把你受的委屈全用金子砸回来。国公夫人大驾光临，小店蓬荜生辉。不知夫人今日想看点什么料子？最近刚进了一批蜀锦和流光云影缎。废话少说，把你们店里今天所有当季的新款衣裙，所有镇店的头面首饰，所有进贡级别的好料子，
全给我搬出来！夫人，这数量可不少啊，怕是有几百件之多。怕我镇国公府付不起钱吗？50万两！夫人息怒，小的这就去办。快，把库房里最好的东西全拿出来！娘，这也太多了吧，我穿到下辈子也穿不完啊！刚才在宴会上，那姓钱的贱蹄子敢嘲笑你穷酸，娘今天就要让整个京城都知道，我镇国公府的嫡女，就是拿银票铺地，也比他们全家金贵。母亲说的对，那钱如雪带个破翡翠就敢耀武扬威。掌柜的，把你们那套镇店之宝星海冰种飘花的整套头面拿出来，给我妹妹戴上玩玩。这件红色的好看，婉婉穿上肯定像个小辣椒。那件白色也行，像仙女，全包了。国公夫人、大少爷、二少爷，这些如果全要的话，按照我们店最顶格的价钱，只要是我女儿能穿的尺寸，全部给我包起来。好嘞，多谢夫人惠顾，一共是12万8千两，小的马上派5辆马车给您送到国公府。12万8千两，就买一堆衣服和首饰，这在现代能买下整个商场了吧？造孽啊！这该死的充满铜旧味的，让人根本无法拒绝的千亿豪门生活啊！这衣服太重了，里外里7、8层，跑路的时候绝对会绊倒的。还有这头面，虽然没有那20斤纯金凤冠重，但也压得我脖子疼啊！这富贵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真好看，我的婉婉就该是这全京城最耀眼的明珠。妹妹天下第一美，大哥以后就算在战场上拼了这条命，也要保住妹妹这辈子的荣华富贵。有二哥在，谁也伤不了你半分。他们怎么对我这么好？算了，反正现在狗洞也被堵了，金矿也被老爹盘下来了，我就在这个家里勉为其难的当一条快乐的咸鱼吧。至于那个二皇子，等秋猎的时候再说吧。娘，衣服买完了，我饿了，咱们去京城最大的酒楼吃烤鸭吧，我要吃3只。好，吃10只。去包下鹤仙楼，咱们全家去吃烤鸭。爹娘，大哥二哥，女儿身子实在有些乏了，提不起半点力气。这怎么突然病得这么重？昨日还好好的吃了3只烤鸭，今天怎么就起不来床了？福一，你刚才到底把出什么脉象没有？回夫人，大小姐这脉象前健有力，如同奔牛，甚至比老朽还要康健几分。这实在是不像有病啊！庸医，我妹妹都病得起不来床了，你还敢说她没病？是不是要我用剑给你把把脉？大少爷饶命，老朽医术不精，大小姐定是染了风寒，老朽这就去开药。好了，既然婉婉身体抱恙，今日的皇家秋猎就不去了，你在府里好好歇着。老大老二，我们走，别误了时辰。爹，哥哥们，你们去吧，不用管我。我才不去呢，今日身子乏了，本就该好生休息。婉婉啊，既然你病了，为父有些心神不宁，这秋猎要不为父也称病不去了。别，便宜爹，你千万不能不去啊！你要是不去，二皇子怎么做妖？今天可是大结局的关键节点啊！林楚楚那个毒妇，昨晚已经买通了马厩的马夫，在你和大哥的马鞍底下，也就是马七的位置，塞了西域的风魔伞。那风魔伞平时没事，只要一听到秋猎开场的牛角号声，药效就会顺着马的汗液渗入体内，马匹会瞬间发狂，六亲不认，直接带着骑马的人往后山的悬崖下面冲。不管了，我还是在府里让厨房给我烤羊肉串吃，苟住性命比较重要。婉婉说的对，皇家秋猎乃是国之大典，为父作为镇国公，怎能缺席？老大老二，随我入营。婉婉，你好好睡。老李，吩咐厨房把新送来的羊肉切了，给大小小姐在院子里支个炭火盆烤肉吃。终于走了，干饭！天大地大，干饭最大。老臣参见陛下，愿陛下今日秋猎满载而归。林爱卿免礼，朕看你今日精神矍铄，想必能给朕猎一头猛虎回来啊！陛下折煞老臣了，老臣年纪大了，这腿脚大不如前，前几日还在马上闪了腰，今日这秋猎，老臣是骑不动马，拉不开弓了。国公爷若是骑不动马，便在营城里喝喝茶即可，只是可惜了国公府的威名。
二殿下说的极是，老臣虽然骑不动马，但老臣府上新得了一匹上好的大宛良驹。老臣想着白马配英雄，这马要是留在老臣马厩里，也是暴殄天物。二殿下，前几日因为城东地皮之事，老臣与殿下生了些误会。今日老臣特将这2匹镇国公府最好的大宛汗血黑马献给殿下和殿下身边的先锋将领，全当是老臣给殿下赔罪了。怎么回事？那2个马鞍明明是我昨天半夜潜入国姑府马厩，安在镇国公和林世子马上的，摩丝底下全是封魔伞。镇国公怎么把这马送给二殿下了？国公爷，这汗血宝马价值连城，你就这么送给本皇子了？殿下有所不知，这马性子烈，我父亲和大哥今日身体抱恙，实在驾驭不住。放眼整个大周，也只有殿下的英姿才能配得上这2匹神驹。殿下若是嫌弃，那我们只能将它放生了。林爱卿一番心意，皇儿你便收下吧，这可是难得的良驹，你今日可得给朕多猎些猎物回来。既然是国公爷的美意，父皇又发了话，那本皇子就却之不恭了。这2匹马上没有任何国公府的印记，等会儿起事的时候，你我骑着这2匹神驹，速度更快。林战这个老储户，自己送上门来的战马，真是天助我也！殿下英明，殿下喜欢就好。老臣祝殿下一马当先，马到成功。父皇，您老了，这大周的江山该换人做做了。逆子，你竟敢谋反！谋反！成王败寇，林战老儿坑我500万两，断我财路，毁我暗探。今日我就要清君侧，杀林战，诛奸臣。吹号角，全军冲锋，活捉皇帝，赏万金，砍下林战父子头颅者，封万户侯。啊！这马怎么回事？给本皇子往前冲！停下！快停下！前面是悬崖！救命啊！殿下，快跳马，快跳下来啊！马鞍里有毒药！林楚楚，你这个贱人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！完了，全完了！老大老二，动手！铁甲卫听令，二皇子谋反一诛，叛军一个不留，杀无赦！去，把那个假扮太监的女犯人给我拿下，小心点儿，别让她咬舌自尽了。大理寺的刑具还等着她呢。林爱卿啊，你这招将计就计，用的是出神入化，朕没有看错你。从今日起，你镇国公府便是我大周第一权臣，世代罔替。老臣谢主隆恩，老臣愿为大周肝脑涂地。香，大小姐，您听说了吗？秋猎场上出大事了，二皇子造反，结果自己的马疯了，直接跳了悬崖，摔成肉泥了。还有那个被赶出去的楚楚小姐，听说女扮男装混在叛军里，被大理寺抓了。皇上雷霆震怒，判了凌迟处死，明天就要在菜市口行刑呢。结束了，这就结束了。这效率，不愧是我那行动力爆表的全家。那国公爷和少爷们呢？没受伤吧？国公爷立了救驾首功，皇上封了世袭罔替的1等功。现在咱们国公府是真正的大周首富加第一权臣了。老爷和少爷们现在都在皇宫里赴庆功宴呢。等等，大周首富，第一权臣，这剧本走向不对啊！自古以来，功高震主，树大招风。爹现在手握重兵，富可敌国。皇上现在感动了，2年等皇权稳固了，第一个就要抄我们家满门啊！不行，大小姐，怎么了？这豪门太危险了，比以前更危险了。以前只是破产，现在是随时会被满门抄斩。而且现在我是第一权臣的嫡长女，以后肯定要被逼着嫁给什么太子王爷去联姻。那我的下半辈子就要在深宫大院里和一群女人斗智斗勇，
天天互相下毒，不自由，勿宁死。这千亿家产我不继承了，我要跑路，我要去江南水乡买个小宅子当我的富婆。去把我床底下那个灰布小包袱拿来，再给我装10个大肉包子，2斤酱牛肉。大小姐，您这是要干嘛？我要去浪迹天涯。虽然狗洞被堵了，墙被加高了，但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对自由的向往。江南的烤鱼，我来了！再见了，这该死的充满铜臭味的豪门！我林婉婉终于逃出来了，从此天高任鸟飞，海阔凭鱼跃。什么味道？怎么这么香？谁大半夜在墙外面搞烧烤？婉婉，上面的风大，当心着凉，下来吃肉啊！爹娘，大哥二哥，你们大半夜不睡觉，在墙外面搞什么团建活动啊？还有这位烤肉的小哥，看着有点眼熟啊。妹妹，这位是当今圣上，陛下听闻妹妹今夜要翻墙去浪迹天涯，特意微服私访来给妹妹送行。皇帝大半夜不在后宫睡觉，跑来我家墙根底下烤羊肉串。这世界终于疯了吗？跑不掉，根本跑不掉。闺女啊，咋了？大半夜想翻墙啊？是不是嫌这墙不够高？明天爹给你报个轻功班，乖乖下来吃肉。爹刚烤的腰子，特意给你留的。婉婉，快跳下来，娘接住你，别磕着碰着了。这大半夜的跑什么跑？包袱里装肉包子，哪够吃啊？你们是不是早就知道我要跑？哈哈哈哈！妹妹，你就算跑到天涯海角，也是我郑国公府的嫡女。江南有什么好？大哥明天就把江南最好的厨子，全给你请到京城来。婉婉，陛下有何吩咐？是要治我一个大不敬之罪吗？朕听郑国公说，你觉得权臣家不安全，怕被朕满门抄斩。没，我没说过，绝对没说过。朕这皇宫里御膳房有108道满汉全席，江南的、塞北的应有尽有，比你这包袱里的冷包子好吃10000倍。那然后呢？皇后之位空悬，你若是不想当权根的女儿担惊受怕，不如进宫当个咸鱼皇后。国公府的兵权朕放心，你的饭量朕也养得起。你只管吃瓜躺赢，前朝后宫的麻烦朕替你挡。要不要考虑一下？这条件谁扛得住啊？不用宅斗，不用跑路，管饭，还包分配帅哥老公，这破天的夫君吧，介意的丢人了呀！唉，真香！既然反抗不行，那就含泪继承这千亿家产和后位吧。爹，我要吃10串羊肉串，多加孜然，多加辣。好嘞，10串羊肉串给咱们未来的皇后娘娘安排上。